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医院对于儿童性侵早期鉴定的一些经验哈。那大家都知道，在台湾，在全世界，包括在台湾，儿童性侵这方面的东西，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政府的重视，那也逐渐的儿童性侵的比例也越来越高。那今天大概就是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在有关于鉴定这类小朋友的上面做了一些实务的经验的分享，还有一些研究的发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台湾在哪里。台湾位于这个东南亚哈，紧接着大陆。那我们大概有2300万的人口哈，那面积大概36000公里，那是一个非常民主、繁荣、进步的一个国家。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大概就是我们属于南台湾。南台湾简单的讲，大概有5000平方公里的面积哈。那整个人口数大概有370万。那包括最主要是包括高雄，还有屏东。还有澎湖这个区域也应该算是南部的区域，然后，那我们的接受的个案大概来自这3个区域，有些来自于台南、屏东也有可能，甚至台东地区。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儿童性侵，它是一个大部分发生都是熟人所为哈。那在一个很隐秘的状况之下发生，那常常不容易被揭露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啦，不像说成人性侵的这些问题。所以怎么样去让这些被性侵的儿童能够早日揭露，然后早日我们做一些鉴定，那针对一些被害人加以辅导或甚至治疗，那对于加害人能够让他得到应有的一些公平正义，这是很重要的哈。那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在1989年全世界大概也发表了有关于儿童的公约的宣言哈。那这个宣言里面很显的做出了一个宣言，就是要对全世界的儿童哈。对他们儿童的权利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共识了哈。那因为他们是一个弱势团体，他没办法保护自己，那他又这么幼小，那我们不可以在这个儿童上面做一些这个不公不义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个儿童权利公约里面的第19条，他特别提到，在所有的缔约国里面哦。一切应当要立法不只是立法，在行政、社会还有教育的措施上面要保护儿童，还有包括他的父母，包括他的法定监护人，或是他照顾儿童的照顾时，不可以让他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暴力，还有伤害或虐待。疏忽或是疏失哈，那不当的虐待或剥削，还有包括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所谓的儿童的性虐待、性侵这样的议题。那这些措施如果能够适当的保护，那不只能够保护儿童，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希望能够用预防的方式，能够指认、报告、转介或甚至调查或者后续的一些追踪。那适当的话，当然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分享了就是司法的介入。那在公约的第34条也有提到各个缔约国，它必须要采取一些国内双边或多边的措施，防止简单的就是下面3个事情的发生，包括引诱或强迫儿童从事非法的性活动，还有剥削利用儿童从事卖淫或其他非法的性行为。第3个就是剥削利用儿童从事色情表演。或作为色情的题材，那这非常重要。这是儿童公约，我们在我们台湾，我们国内也把这个公约纳入了入法哈。那我们简单稍微说一下哈，一个小朋友从小出生之后，那我们如果分男孩跟女孩哈，那这根据2005年美国CDC 的研究哈，大概6个男孩子里面有1个，从出生到18岁。他可能会经历各种不同形式的性侵，大概6个里面会有1个。那女孩里面大概4个里面会有1个曾经经历了这样的性侵的经历哈。
那到2015年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可以发现，大概所有的儿童来讲，大概5个儿童里面会有1个儿童可能经历过性侵。那男孩子里面5个里面会有1个，女孩子3个里面会有1个。所以从2005年到2015年这10年里面，如果像美国的经验的话，这个儿童性侵的比例是逐年越来越高哈。那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一个议题哈。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这是一部2016年的最佳奥斯卡影片哈。这个影片大概就记录在这个美国波士顿地区哈，的一间这个报社，那他们做了一个调查，有关于这个在天主教神父性侵儿童的一个调查。那原本他们觉得可能只有个位数的一个个案，可是当这个调查一启动之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甚至超过100位的神父有性侵儿童的这些这个状况哈。那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包括政治力的介入、宗教力的介入，让这个影片哈非常具有戏剧性。如果大家要对这方面有一个深入了解，也可以看一下这部电影哈，它得了2016年的最佳影片。那比较近期的，在2018年，美国这个宾州也提出了一份全面性的有关于神职人员的性虐待的一个报告哈。那这个报告非常的厚，大概有800多页。那里面明载了大概有300位左右的天主教的神父哈，被确定是一个掠夺者的神父，也就是说，在他们教会的这个活跃的这个工作里面哦，他们曾经对儿童进行这个性虐待。那里面的报告也描述，大概有1000名的儿童哦，曾经受到这些神父的性侵害。那陪审团也指出哈，那他们认为受害的人数其实不止1000人哈，可能有一些黑数，或许要乘以5倍，或许要乘以10倍。那这些包括主教，还有包括监护人等等，都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丑闻哦。那等等，所以这是在这个天主教里面是一个难以说的一些这个现象哈。那所以值得去重视，这只是美国1州的一个状况哈。那台湾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如果以我们台湾卫福部的一个通报的状况来看，大家可以从这个表看一下，从2013年到2017年，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表，大概每一年性侵通报的人数大概接近1万人。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大概都会集中在12岁到18岁这个中间。所以呢，如果我们以儿童的定义是12岁的话，那12岁以下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哈，那大概有1年会有1000个。那如果把未成年的12到18岁也纳进去，那大概每一年台湾通报的性侵的通报大概有70%是18岁以下哈，这是我们台湾卫福部的一些资料。那这几年，这个现象在过去10年，今年是2023年。我们在过去的10年我们台湾大概每10万的儿童青少年里面，未成年的儿童，就每10万人会有41个，曾经被性侵过。那相当于每年大概会有2000个，1935个小朋友被性侵了。所以平均下来，大概每天大概会有5.3个个案。被儿童被性侵哈，那女生小女孩是男生的6倍，那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哈。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这10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男生的被性侵的比例也慢慢的增加哈，增加了大概3.25倍。那所以不是只有小女生，小男生也会受到性侵的可能性，这个是大家值得重视的。所以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这是去年2022年6月7号的一个统计数字。我们可以从这个表看出来哈，那红色的是未成年的被性侵的人数，
那蓝色就是整个的 total。那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在台湾过去这个5年，这个性侵上面男童的比例是慢慢增加哈，特别是12岁到18岁这一个阶段。那另外还有一个值得目前台湾要重视的议题，就是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那儿童跟青少年可能在很早的时候，父母就给了手机，或者是可以使用一些电脑，那透过网络。也会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性侵的一些状况。那这个个案是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就是加害人他是一个35岁的大叔哈，那他在网络上假扮成一个12岁的小女孩。那不断的跟他建立好一些关系啦哈，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 grooming 哈，所谓 grooming 就是说这个加害人他会刻意的去在网络上去讨好对方。然后呢，或是甚至给他一些好处，但是其实不认识这一个被害人。那这样的过程里面，特别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有一些恋童倾向的一些个案，他可能会先博取对方的好感，建立关系。所以这位这个35岁的个案，他假扮成12岁。然后跟这个另外一个真实是12岁的小女孩建立了关系哈，那透过这些这个 Facebook 的 Messenger， 所以后来就传了一个私密的一个照片给对方，那最后这个12岁的小女孩爸爸妈妈发现之后才揭露这件事情，所以这样的案件在台湾是有越来越增加一个趋势，所以父母亲在对小朋友使用这些网络上面的一个交友，必须要给他们一个具备的常识，不要让他们在网络上，因为这样子而把一些私密的照片，透过一些网络把它传送出去了，然后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困扰跟遗憾哈。好，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儿童如果在这个早期的时候，被性侵的话，它其实算是一种比较负向的儿童的经验哈。那这些经验其实是非常对儿童的发展是非常不好的哦。大家可以从这个表看得出来哦，一个儿童左边可以看一下，如果他小时候如果遭受到身体虐待，或是身体的忽视。或是说跟他同住的人可能有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或甚至我们等一下今天要谈的这个性侵害，或是说这个早年爸爸妈妈就因为一些原因过世啦，或是离婚啦，或是被遗弃啦哈。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或是说他被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个虐待，或者是情绪方面的忽视。或是说家里面有人在嗑药啦，一些非法药物的使用，或甚至喝酒。或是等等，或是家人被关，或是甚至现在台湾也越来越重视，甚至他目睹一些家暴的现象。那这些东西整个刮来这10项，就是比较主要的负向的儿童的经验。那这些经验可能对他日后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包括他日后可能会比较高的一些危险性的一些健康行为，比如说飙车啦、喝酒啦、犯罪啦等等。那不只是在精神方面，在身体方面，其实也会有一些慢性的一些健康的状况，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等，或甚至中风。那所以它其实是比较会造成他日后比较生活品质上面的下降，甚至有些研究会显示，这样的负向的童年经验可能会造成他过早的死亡哈。那这个研究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从这个表可以看得出来哈，负向的童年经验，包括我刚刚跟大家报告了这个虐待、忽视。或甚至这个不稳定的一个家庭结构，那都会增加。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这些我们简称叫做 ACE 哈。如果我们刚讲那10个，它如果超过4个的话，它可能得一些这个肺部的疾病到成年，比如像抽烟啊等等，会增加3倍。那对一些这个非法药物的一个像静脉注射会增加11倍。那可能另外还有自杀会增加14倍，另外就是它可能会发展大概有4.5倍发展成忧郁症，那这些东西都是值得重视的了哈。所以我们怎么样降低
这些这个负向的童年经验，其实在台湾的社会是非常的重要。我想其他的国家也非常的重要哈。好，那这个是这个最近比较新的研究，在2019年，它是一个所谓的 long-term outcome 的一个 childhood sexual abuse 的一个 umbrella review 哈。那这一个研究里面，它收集了19个meta analysis 的文章哈。那总共大概有500多个一些研究，那大概有得出一些这个28个主要的一些结果了哈。那总共这个研究大概研究了将近40万的一个小朋友。那我们可以发现哈，他去追踪之后，发现这些有负向的童年经验的小朋友，他长大之后呢，其实会有非常强的一个关系哈，他会发展成一些精神疾病。包括这个他如果有童年有一些被性侵的话，他可能长大之后会有比较高的一个危险，会有一些转化症 （conversion disorder）， 还有会有一些 borderline 的 personality disorder， 像边缘性人格违常，还有焦虑，还有包括忧郁哈。那这是一个经过一些这个整合性的一些研究所得出来的一些报告。好，那我们接下去大概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所以请大家思考一下，小朋友到底会不会说谎？就是说他在被性侵的时候，他到底我们要相信加害人还是相信被害人？这是一个长期以来我们讨论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儿童他心智发展，特别是在6岁以前的儿童心智发展，其实都不是很好，他们的表达、他们的理解，还有对事情的描述，还有记忆，其实都不像成人那么的好，所以有时候今天讲的跟过几天讲的可能会不一样，所以这些东西都可能造成这个前后这个陈述的一个不一样，所以我们到底要那如果说加害人又一直否定的话，否认这些这个性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要相信谁？这个是值得我们再去思考的哈。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些这个相关的研究哈，这是一个早期的研究哈，就是在美国很有名的研究，就是有一些被性侵的儿童哦，大概576位的儿童，他被转介到一个Denver 的这个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哈，就是专门在处理儿童福利的一个中心哈。那后来他们整个判决下来，这576个，他们才发现大概只有1%的哈，就是被定罪的这些加害人，大概只有1%，发现1%的儿童哈，他在这个审判的过程里面，可能证词有一些是错误的，所以由这个研究，我们就推论说，当儿童他揭露他被性侵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很重视这样的问题哈，而且可能要相信儿童，然后做一个充分的一个调查，还有充分的一些理解，怎么样透过一个不要具备有诱导或暗示的方式去取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证词，那这是非常重要。好，那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刚刚讲过的，儿童他这个有时候被性侵的时候是熟人所为，而且是在一个比较隐秘的这个场所里面，所以在性侵的过程里面呢，往往第一个时间点，如果被揭露或发生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社工或是一些父母亲就会把小朋友送到，以台湾来讲，我们有一站式的服务哈，就是小朋友会送到一些指定的医院。那医院会帮他做一些一站式的一些这个检查，包括收集他一些身体的一些这个分泌物哦等等，还有被性侵的这个会阴部被插入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这个伤痕或证据哦，然后收集证据，以便日后对加害人的起诉哦。不过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他揭露的时间已经有点久了，那如果以研究的角度来看的话，儿童被性侵，我们能够在他身体方面找到一些被性侵的证据，到底高不高？根据过去的研究，其实是不容易找到的了哈。这篇很有名的文章就是说，当一个儿童被性侵的时候，我们
仔细的去做一些这个采证的时候，发现其实大概28%都是正常的哦，那49%其实也不典型，那9%是可能怀疑而已，那大概只有14%哈，确定说他这个身体的伤害是跟他性侵有直接的关系哈，那性侵当然对一个小女孩当然有是从阴道性侵，有的时候是从肛门性侵啊，但男孩子大概就是肛门哦，小男孩。那如果能够从这个肛门的性侵来发现，大概也只有1%左右。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表来稍微看一下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总共。包进去就包括的就是说，女孩子大概有213位，她是从这个会阴部，从她的阴道去检查她到底有没有性侵的证据哈。我们可以看到，发现大概正常，完全正常大概28%，不典型大概49%。那怀疑可能是的在9%，那高度怀疑大概5%，那真正很明显的一个发现大概是9%。那右边的话，就是说从肛门发现的，就是我们肛门发现的男孩或是女孩的发现，这213位里面，我们发现这个正常在31%，不典型62%哈，然后怀疑在6%，那真正非常的 clear evidence 大概只有1%，所以从这个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要从儿童的身上去找到身体的证据，去证实他被性侵，其实是一个不容易而且很困难的事情。如果他这个性侵的时间跟被送去做检查的时间又隔了蛮长的一段时间，那其实是不容易的哈。那我们有请教过一些这个其他的专科医师，包括直肠外科还有妇产科的医生，他们会发现，如果一个小女孩她被性侵甚至被插入，它的处女膜，我们如果从处女膜去判断它到底有没有被性侵，假设超过了72小时，其实伤口很容易就愈合。那这个肛门的性侵可能在48小时可能就会愈合。所以所以我们如果一旦有发现这样的小朋友，最好能够建议尽早能够做一些一站式的一个采证，因为时间久的时候就不容易做到采证哦。那所以从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4岁的小女生啊，然后她是被她的哥哥多次的性侵哈。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把它整个处女膜看起来，它整个处女膜的是非常完整的哈，所以你根本找不到即使它被直径很大的阴茎插入，其实也没有看不到一些它受损的一些状况。哦，所以采证上面其实是有它的一些困难度了哈。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哈，这张 slide 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儿童性侵这样的一个事情在这个历史的回顾上面为什么会得到重视哈？其实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一些冤枉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在1980年代美国的一个事件，所谓的 moral panic 哈，就是对一些这个大家1980年到1990年这个时候，有一些这个美国的一些机构专门在照顾这些儿童的daycare， 就是所谓的日间的一个照顾机构。然后呢，这个照顾机构在那段时间常常被家长或是一些工作人员被家长告说性侵他的小孩哈，那时候就造成很大的一个恐慌哈，所以很多小孩，那这间是在所谓的McMurray 哦，这个所谓的 preschool 这个 daycare， 那时候也造成了一些这个很大的一些恐慌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案子，就是在波士顿地区的一个所谓的 Fair Acre 的一个 daycare， 我们大概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案例哈。那这个案例是在发生在1984年哈。那有一个4岁的男孩子学生，在这一个日间的学生哈，那他这个
他尿湿裤子了哈，所以在这个5岁之后尿湿了裤子，那老师就有一个男老师就帮他换了这个尿布，然后让他能够有干净的衣服。那不过过了这个一阵子之后，这个家人发现这个小男孩会玩一些这个性暗示的一些游戏，然后跟他的这个表兄弟。然后呢，妈妈就问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他就跟说这个学校的老师怀疑学校老师可能有性侵他的这个小孩，之后呢，男孩子就也说这个老师有性侵他，那这个之后呢，他当然就被这个老师就被这个被抓起来了，然后被起诉说可能对这个小朋友做性侵哈，那。可是这个开庭之后呢，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警察就把这个学校所有的小朋友都叫到警察来，然后做一些笔录啦、侦讯，然后去问每一个家长或者小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那甚至他要这个家长回到家里面要好好的问一下小朋友。到底在学校有没有一些被性侵的一些这个症状，或是说一些陈述，或是一些行为的一些改变，包括会有一些退化性的行为啦，比如说尿床啦，或是食欲的改变啦，或是说会产生一些这个做噩梦啦等等，这些东西都要详细的问，而且不但要重复问，要把这个证据能够找出来。那所以呢，发现这些儿童不断的被不同的人，包括爸爸妈妈、社工、治疗师，不断的问同样的问题还有包括警察等等。那同样问题不断的问，那所以呢，或是说有一些问题是诱导式的问题，所以收集到了很多一些儿童这个陈述的一些被性侵的内容，就变成天马行空，有些。其实是没有发生过，是因为大人用一些比较诱导性的方式，让这些这个现象出来的哈。那所以那时候大概就造成了一些这个比较冤枉的一些事件，然后那包括我们刚刚左上角看的这位先生哈，他也被冤枉，被关了进去，然后但最后被几年之后被无罪释放哈。那有一个作家。他也因为这件事情，他写了书哈，就觉得这个整个判决其实是不公不义了哈，冤枉了一些很多好人，是一个司法上面的一个不公。不过经过这样的案件，我们也可以更加的知道哈，我们要去重视这些这个小朋友性侵的真实性哈。那从这个案件的话，这个事件是发生在纽泽西哈，所以纽泽西的高等法院他推翻了地方法院的一个判决哈，而且他做出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就是说，当我们发现儿童有被性侵的时候，我们在收集这些资料跟儿童做一些会谈的时候，他发现在这个 case 有高度的一些不适切。然后，而且利用一些比较强迫的，还有过度的暗示性的一些方式去取得这些小朋友的一些证词，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那如果是用这种方式，那小朋友的一些陈述，在法庭上就不容易这个让加害人被起诉。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哈。那这一个所谓的 We Care 的一个 Nursery School 的 abuse 的一个 trial， 这是很有名的也是发生在1985年也是集体的这个，因为老师其实是帮一个4岁的小男孩量他的肛温，那后来也被小男孩说他可能是性侵他，然后后来也展开一系列的调查那甚至。他后来被判了47年那可是呢，在监狱也待了5年，最后是成功无罪的被释放那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件，其实都有一个同样的方式，就是一旦这些性侵的小朋友陈述之后呢，很多一些社工啦、治疗师啦他为了收集这些证词像这个事件，他是从51个小朋友去收集到这些证词。那可是这些证词，
为了要起诉加害人，那所以这些证词不断的被询问，所以很多出现就很多一些天马行空的这些内容。最后当然，前后的证词不一，其实是都被无罪释放。所以呢，经过在这个80年代到90年代这样的一个现象之后，那后来慢慢在这个我们对于小朋友、儿童被性侵，我们在跟他取得证词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小心一些问题。然后就说当时有这些现象，大概可以简单的整理，大概有5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在问的时候呢，其实是用了很多一些这个暗示性的一些这个资讯在会谈的中间。那大家知道，这个小朋友其实他的心智发展也不是很健全，如果越小，比如说他还未满6岁。小朋友的发展还没有满6岁的时候，我们如果用一些暗示性的这个问句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诱导他去讲出我们想要的一些内容。这是一个第一个要注意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跟小朋友会谈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不要给他赞美。所以比如说，哎呦，你说的很棒哦，继续哦，也不需要给他这些赞美，因为这些赞美也会强化他去说的一些内容，也不要给他任何承诺说你要好好说啊，我等一下才能够回家，譬如此类的。那也不要给他一些正向的增强，说你说的很棒，或者说你说的很好，等一下我给你饼干、糖果吃之类的那这些赞美、承诺或正性的增强也要尽量减少，因为这个也会强化一些暗示性或者诱导性的一些这个内容那另外就是也不要去表达不赞成或不相信或是不同意的一些态度，就跟赞美、承诺跟正向的增强一样，我们也不要去负面的去表达，因为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小朋友，比如说我们对小朋友的一些这个内容，我们如果采取一些比较不赞成，那小朋友他会觉得我是不是讲错了一些什么话，所以这个老师啦，或是爸爸妈妈不喜欢我这样讲或是我讲的东西他们也不相信。那既然你们要不相信，那我就可能就乱讲这是一个需要去注意的。那另外就是在整个跟小朋友的司法访谈里面，也尽量要这个不要给一些压力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在跟邀请小朋友来会谈的时候，不要去假装一些这个或猜测性的一些事件就说是不是某某人这个摸你的某个部位这个都是一个比较推测或假定的事件，希望是一个比较所谓的开放性的问题来去让小朋友能够自由的去回答，所以在80年代到90年代，确实有这些乱象，所以慢慢的一些这个司法访谈特别是儿童性侵的司法访谈就非常的重要这个变成是在整个我们说在美国的社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怎么样能够去强化、增加这些我们会谈的准确性，其实就是必要强化，因为我刚刚提过了，在儿童的性侵里面，我们其实很难找到一些身体的证据，所以到最后可能只剩下这个小朋友的证词。那小朋友证词又很容易被忽视或是不容易被揭露，所以怎么样能够透过一些学校的卫教，让这些小朋友性侵的揭露能够去增加？但是这个性侵的过程里面，揭露过程又非常的复杂，那可能会延迟很段时间。我们在临床也看到，有些小朋友被性侵之后呢，半年甚至1年甚至2年，还有更久了才被揭露那这样的揭露其实都很难去找到一个及时的一些证据去起诉加害人。那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好，所以下面再跟各位报告，就是一些儿童的性侵早在大概1983年，大概就有一个学者提出来所谓的Dr. Submit 他提出来几个，就是说，当一个儿童被性侵之后，他如果还没有揭露，或是揭露之后，他可能会历经大概5个不同的一个阶段我分别把这5个不同的阶段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都知道儿童的性侵它是一个比较在私密的环境发生，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很私密的东西。所以，这东西当然有很多理由，比如说我们发现这个小朋友被性侵之后，家人可能去恐吓他或者打他，叫他不要讲，所以他就不敢把这些事情讲出来。或是说他这个给他一些好处。叫他不要说，这些都有可能让小朋友把这样的一个被性侵的这个过程或者性侵的内容这个隐瞒下来，那造成所谓的变成是他的秘密而没有被揭露这是第一个阶段。那大家知道这个小朋友其实还非常的幼小。他其实是必须顺从大人的，所以他其实会有一些，当他被性侵了，他有一些很无助，可是他又这么幼小，他无力反抗，对大人无力反抗，所以呢，他其实是没有能力，而且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一个状况不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然后能够离开，让他们自己能够离开这些危险的情境特别像这种性侵害，所以呢这些儿童往往他为了保护他自己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无助感，然后呢可能会用其他的一些行为问题或情绪问题去做一些反抗，或者做一些表现这是第二个我们在跟性侵儿童接触的时候要注意的。那当这个这个时间慢慢过的时候，儿童他虽然保持了这个被性侵的这个秘密，但是呢他其实也会这种无助感也会慢慢影响他的情绪了那他为了生存，他只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让他日子能够继续过下去。可是呢，这样子无助感的小朋友呢，有些如果是有一个比较保护性的环境，他或许会在某个时间被揭露，可是呢，有些可能不会。但是呢，在这个适应的过程里面，他会慢慢找回自己的力量，去得到控制那有些个案他可能就没有办法，那有些个案可能会怪自己说这个事情。可能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发生了这些事情那这个我们在接触的时候要注意。那另外就是因为小孩子的无助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小朋友，他可能他会不敢去揭露这件事情他怕揭露这些事情。第一个我刚刚讲过了，可能家人的一个恐吓。或家人给他一些好处，那所以他不愿意把在开始的时候不愿意把这个事件做一些揭露所以在揭露过程里面可能是充满一些恐惧啦或是说即使揭露之后，可能刚揭露的所陈述的东西跟后来又陈述的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记住这个小朋友他会使用一些比较。我们所谓的防御性的一个方式去适应这样的一个被性侵的一个状况，然后让他们自己能够生存下去那这个东西当然还跟小朋友的认知功能有很大的这个相关性。所以那最后就是说，如果小朋友这个已经被揭露了，可是揭露之后呢，可能就要开始不断的被讯问，或是说家人的指责啦等等，所以他可能会有二次的一个伤害。那这些伤害可能会包括他有一些罪恶感，会恐惧啦或觉得家人会骂他说好像自己背叛了等等会造成他的一些这个很困惑，或是所谓的 confusion。那所以这些东西可以再加上他可能前后的一些记忆的上面偏差，可能会造成这个东西就后来就说就被撤回或没有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在早期的儿童性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们在跟儿童性侵、被性侵或者怀疑被性侵的小朋友在互动的时候，可能要小心这些状况那我们台湾大概这几年大概有完成了一些跟性方面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个立法了包括从1995年的所谓的儿童及少年的性剥削条例。这是已经立法了，然后到1997年，我们通过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那在1998年，我们通过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在2005年，我们通过了性骚扰法；在2015年，我们通过了这个所谓的专家证词。我们就是说，当我们发现这个小朋友被性侵的时候，我们可以请一些熟悉儿童司法访谈的专家。来对小朋友收集证据，然后能取得一个所谓的正确的一个证词，这证词是不会被污染，不具有暗示性或是诱导性。那这样的证词在司法的过程里面比较能够成为起诉或是判刑的一个依据。那接下来我们大概就进入这个性侵的一些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儿童的性侵它的证据其实具有封闭性哈，它常常不容易取得哈，这是一个在儿童性侵里面，我们从一些过去的研究还有实务经验发现哈，往往性侵有很大的比例是儿童熟悉的人。然后呢，在性侵的过程里面都在一个比较私密的空间，所以证据的取得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哈。那然后呢？所以在这样过程里面，这些小朋友他其实是一个很弱势的这个族群，所以这弱势族群一定要社会有一个保护系统去保护他们，所以专家的一个协助哈，或许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展现实质的一些社会正义了哈，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呢，当一个小朋友他被性侵被害的时候，那这时候一些儿童，或是被性侵的儿童，或者是心智障碍的人，他可能已经长大了，可是因为心智可能心智的一个状况也像儿童一样，那专业人士的一个协助其实是非常重要了哈。那也因为这样子，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可以讲说，在司法体系里面，其实他会依赖一些这个精神科的从业人员。主要是他们这方面的一个专业知识比较缺乏，因为精神科的专业人员比较能够跟小朋友建立一些医病关系。那但是呢，也要小心，如果我们平常在照顾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在治疗小朋友的时候有一些技巧可以应用，但是呢，在这个司法的场域里面，我们可能就要小心，不能用一些比较诱导或暗示性这些不适切的方式，取得小朋友的一些这个证词了哈。所以怎么样把这个临床的一些这个精神科的专业人员引进到司法体系，然后去小心去注意，我们在会谈的过程里面。避免一些暗示性或诱导性的一些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但在过去的时候，其实是不被重视的了哈。所以呢，一些文献告诉我们哈，如果不断的去在性侵的小朋友不断的去询问这些同样的问题，在会谈方面哈，可能就会有一些危险性。我们收集到的资料，可能是不正确的哈。那小朋友如果他需要一些时间哦，来跟我们建立一些比较舒服、比较自在的一个关系啊，特别是在这个会谈的过程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最好能够鼓励小朋友哈，能够让他们比较能够自由去陈述他们在会谈里面陈述他们的一个发生的一些过程，然后呢，去强化他们对这些事情的一个自由的陈述哈。好，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我们南台湾地区，特别是高雄市，然后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开始跟法院端做了一些合作，这个合作是我们主持了一个team，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包括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专科医师，还有儿童青少年的临床心理师，还有一个社工师这样的团队。然后呢，一旦我们这个司法机关发现或是小朋友揭露他被性侵，然后专责的社工介入之后，
他如果觉得有这个小朋友在陈述上面需要做一些这个早期的鉴定的时候，他就会跟检察官申请做一些所谓的早期鉴定，所谓的early forensic 的一个这个 assessment。那这样的过程里面，这个个案就会及早被送到我们医疗团队的手上，就比较不会被重复的。比如说被这个妇幼队的警察、被社工、被其他家长等等不断的讯问同样的问题。那专业上面我们也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全面性的做一些训练去协助这个司法单位在这方面能够取得这个儿童性侵的一些这个证词。好，那有这个图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是检察官。那过来大概我们这是一个 team 整个 team 就是在保护这个小朋友中间是一个儿童的这个受害者。那大家可以看顺时针来看就是检察官，还有这个警政单位，再来就是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医师，再来就是儿童青少年精神科的一个临床心理师社工师。还有家防中心这样整个单位的一个整合性的一个团队去协助这样的小朋友，让这样小朋友能够在一个非常自在保护的环境里面去陈述他受害的一些这个过程或是证词，能够取得一个比较没有被污染的一些证词，这很重要。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医院是采用一个所谓的 NICH 的一个精神这个 NICH 的全名就是 National Institution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我们主要就是用几个技巧，就是我们会去用一个开放性，用一个创造一个比较友善的一些环境然后会整合一些这个根据小朋友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会去整合，看他评估他目前的记忆功能到底到什么程度，然后去降低这个一些在会谈过程里面的一个暗示性。那另外这个技巧，很适合在这个被性侵或是身体被虐待的小朋友的身上做一些这个会谈。那这样的一个技巧也可以使用在一些这个会谈的一个如果他目睹，其实也可以使用所以这个技巧在我们这个过程里面会去遵照这样的一个精神，收集到一些资料了好，那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医院所谓的早期司法鉴定的一个评估那我们大概简单分成4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我们大概来的时候，检察官会带书记官一起过来，那我们的团队就协助检察官做一些简述笔录。那简述笔录在小朋友交给检察官做简述笔录之前，我们会先跟小朋友建立基本的一个关系那取得小朋友的信任，然后呢，再把这个小朋友交给检察官做一些资料的收集，有关于他揭露这个性侵资料的一个收集那之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检察官这个简述笔录非常的顺利，我们基本上尽量是不去介入，让检察官跟书记官能够去得到他们想要的一些资讯。那结束之后呢，如果这中间的过程里面，检察官跟这个我们发现检察官跟这个检察官还有其他人有太多一些诱导性或暗示性的这个问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再做一些讨论。然后呢，建议检察官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讯问是会比较好。我们会根据这个小朋友的一个发展阶段去做一些不同的评估跟建议。那完成之后呢，我们会在另外安排第2次的时间是由儿童精神科医师跟社工师一起合作去做一些儿童的状况的会谈资料的收集这可能也要花2到3个小时。
最后呢，还有第3次呢，小朋友还要再来一次。这时候就是由临床的儿童的临床心理师做一些测验，相关的测验，比如说一些注意力的测验，还有他的智商的测验。还有就是他有没有一些这个急性压力创伤啦，或是甚至创伤后症候群的一些症状哈。那会安排一些不同的一些检查，另外整体的去评估他的认知功能。那最后呢，当这些报告完成之后呢，医生会做一些整合性，把所有的专业人员所做出来的报告做一个整合，然后完成一份司法鉴定报告，然后送给这个检察官，当成司法起诉或是审判的一个重要参考，好，那大部分法院我们会先接受法院来函，要我们去鉴定一些东西啦，那大部分来的状况大概就有4点。第一点，法院希望我们来鉴定这一个被害的儿童，他到底有没有一些被性侵之后的一些反应，比如说他有没有一些急性压力的症状，或是说他有没有一些所谓的创伤压力症候群的一些症状。第二个就是小朋友的身心状况、精神状况到底是处在什么状态。那另外就是这一个被害的小朋友他的认知功能到底理解能力如何，这也是他们常常问到。最后他们有时候会问到这小朋友的证词的可信度到底是怎么样。那大概在中间，大概我们在鉴定的过程，我们会从小朋友的一个发展、认知的发展状况去做一些评估，最后得到一些报告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我们医院的早期鉴定的设备这是我们协助检察官做检述笔录的一个房间。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布置的比较温馨那里面我们也有设置一些这个 monitor， 那整个会监控整个会谈的过程。那在它的隔壁会有另外一个房间我们会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电视，那透过整个会谈的过程里面电视会播出来。在另外的隔壁的房间，我们有一个电视，可以看到整个会谈的整个过程那相关的人员会在那个地方做一些这个观察，甚至做一些讨论，甚至教学。好，那我大概举一个例子那就是有关于小朋友的一个性侵的揭露。这个小朋友他是一个大概6岁小1的小朋友他在学校画这样的一个图就是所谓的爸爸的鸟鸟那这个老师这个担心这个小朋友怎么会画这个图然后他就通报这个就启动了这个调查。那这小朋友后来检察官大概就启动了早期鉴定那在整个鉴定的过程，因为这个小朋友认知功能还不错，他后来画了这个图他是画了之后，然后我们请他说，这个图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他用不同的颜色，我们可以看到他就画说这是绿色的地方就是爸爸的鸡鸡，然后会粉红色下面就摇动上下，然后最后会喷出一些白白的东西，然后爸爸就会叫我去拿卫生纸。那从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大概就可以去判断小朋友能够透过画图，然后语言的陈述，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一个资料收集的可信度就会相对的比较高一点。所以会让小朋友做出这些，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要跟小朋友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减少用一些诱导或暗示的方式，才能够取得一个比较真正的东西了那接下来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从100年到目前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们针对这些我们鉴定过的个案，我们有发表了一些相关的文章，那跟大家做一个报告那我们第一篇的发表就是有关于儿童性侵的一个揭露。我们从我们鉴定的大概50份左右的一个鉴定报告书里面，我们去萃取一些相关的因子，然后做一些讨论。
好，那这篇我们是发表了哈，我们整个发表看起来这个是发表在 Journal of Formosa Medical Association 哈，那在2016年的时候，那我们发现这个小朋友性侵的揭露率大概是58%了哈，至少以我们南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大概有几个目标了哈，我们希望去研究小朋友的一个性侵的揭露哈，除了他是怎么揭露率以外，我们能够找到一些他揭露了一个预测因子哈。那另外就是因为这样的相关的研究在台湾算是几乎是没有了哈，特别在亚洲地区也没有。虽然说当时我们发表的时候，在南韩可能有针对一些这个心理社会因素的因子的影响因子做一些这个分析，但是并没有针对这个性侵小朋友揭露这样的相关的一个研究哈。那第二个，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这些被性侵的小朋友这些司法报告里面，我们也发现在有一些研究呢也发表在中国这个被性侵的这个揭露比例很低，然后呢大概只有22%左右的这个青少年，他有报告说他曾经被身体被虐待，或只有2.5%被报告曾经被性侵过，所以性侵的比例其实在台湾揭露是非常低的哈。那其实没有相关的一些研究哈，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收集了第一篇，大概是收集从2010年到2015年大概60个这个报告哈。那这个报告我们就把它从里面分成有揭露或是没有揭露这样的两组，然后做一些统计发表哈。那这是我们发表的一些这个收集的一些相关萃取的因子哈。那包括小朋友的年纪，还有呢他这个第一次这个被性侵到我们接受我们这个会谈的时间，还有他的 IQ， 他的这个智商。还有过去有没有一些精神科的相关的这个门诊记录？他有没有一些 PTSD 的症状？他有没有一些智能障碍？还有跟这个加害人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另外就是他认不认识这个加害人？还有呢，他可能被性侵的次数到底有多少？然后被性侵到底是阴道插入还是肛门插入？然后呢，他这个有没有因为被恐吓，所以这个影响到他的这个揭露哈？好，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表看得出来哈。那我们大概就是有58个个案，它完全的揭露了哈。那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如果这个个案年纪比较大，还有呢他被性侵的次数比较多，我们大概可以去预测他比较会被揭露。那简单的讲就是说，如果一个小朋友他年纪比较大，又没有一些认知功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样的小朋友他会完全揭露的机会会大很多。所以那怎么样才会让他们揭露？当然从这个研究我们也可以知道，可能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学校的一些卫教，让小朋友在可能被性侵的时候，在第一时间点能够这个找出来了哈。好，那所以这个个案这个个案我们可以看到，它过去的一些相关研究，这个揭露率大概是43%到61%的哈，有一些国外2008年的研究，那我们的这个研究是大概58%左右，大概是蛮类似的哈。那另外我们看到大概这个研究里面这个 PTSD 大概比例大概只有14%了哈，根据DSM 的一个诊断的标准。啊，另外就是我们也发现这样的一个讨论之后呢，这样的一个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model 哦，就是早期鉴定 model， 其实可以去降低这个我们不当的去取得小朋友的一些这个证词，然后另外能够比较清楚的一个找出它的一个危险的预测因子哈。所以呢，这个研究其实是有关于揭露性侵的揭露跟不揭露的哈。好，那当然这个研究还是有个局限性的。第一个局限性就是我们大概就是单纯是根据这个我们最后的司法鉴定报告所得出来的结论，还有呢我们的 case number 是确实是比较少一点。那另外就是
不同的这个医生的鉴定报告中间之间也有一些这个 reliability 上面的一些差异哈。那这个是我们研究上的这个局限性。好，那2019年我们的团队又发表了一个相关的文章哈。那我们这时候大概主要是 focus 在证词的可信度，因为法院常常来函来要我们去说明说这个小朋友的证词的可信度是怎么样。那我们大概得出了这个结论了哈。我们大概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报告，就是整个鉴定报告书前后的这个证词的一致性如果多的话，都是相同的话，他证词的可信度大概就可以预测他的证词的可信度会比较高一点。啊，另外还有一个因子就是，如果这个小朋友他是被多次的性侵，我们也觉得他在这个陈述的时候的证词的可信度相对会比较高，所以找出了这2个因子，就是说我们在鉴定的过程可以给这个个案专业人员给专业人员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我们要增加这个证词的可信度，可能就要注意这些相关的预测跟危险因子哈。好，那这个是2019年我们所发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经过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 的一个analysis 哈，我们可以找出一些相关的危险因子。那这整个所有的报告大概是有95例哈，啊，这个也是有相关的发表。那最后大概我们整理了一下，从2011年到2022年哈，我们现在整个我们的团队大概完成了大概110份的报告。简单的把一些最近整理出来的一些报告跟大家做个分享哈。第一个大概送来的人大概有90%是 female 是女性，10%是男性哈。那这个想当然尔哈，女性小女孩的被性侵的比例还是比较高，大概是小男孩的9倍哈，被转介的。那年纪大概12岁以下占了76%，12岁以上24%。好，这是这样的资料。然后呢，这个12岁以上，他其实严格讲他不是儿童啦，但是他因为有智能障碍，所以他心智的年纪就是好像儿童一样哈。所以我们还是有些接受一些12岁以上来做一些早期鉴定。那我们可以看到加害人如果是家内的，比如说是母亲的这个男朋友、母亲的同居人。等等，这是家内或是甚至是家内的性侵大概是占了52%。那家外的话是占了48%就是一些比如说是学校的老师啦，或是学校的一些这个司机啦，我们也遇过，或是一些陌生人，或是一些网友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变成加害人。那整个110份的分析联盟可以看到我们在临床上在定义这个智能不足，大概就是70分以下做魏氏测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个案40%是70分以下，它是有智能障碍那60%是70分以上是没有的那我们看一下他父母有没有婚姻关系，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被性侵或是怀疑被性侵的小朋友，父母亲还维持在婚姻关系里面，大概有37%。那很多是一个比较功能不好的一个家庭，比如说爸爸妈妈离婚了，或这个爸爸妈妈离婚之后呢，妈妈或爸爸，或甚至妈妈还有同居人，这样的一个关系大概占63%那整个看起来，我们大概分散的就是这些鉴定报告的人鉴定报告的这些小朋友，在临床上能够符合这个 PTSD 的诊断，大概只有18%。那符合这个急性压力症。所以 acute stress disorder 大概是3%，那大部分的小朋友其实是79%，将近80%是没办法完全符合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那这有一些原因因为小朋友其实他认知发展如果没有到一个程度，其实他不容易产生一些创伤的症状，所以在临床上我们就比较没办法去以
创伤后压力症的这些诊断标准没办法去符合哈。我们可以看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哈。那另外一个同时，我们发现这些小朋友不但被疑似性侵或是被性侵哈，他们其实还有受到另外一个家暴的议题。然后我们可以发现大概一半一半哈，有一半的小朋友他不但是被性侵，还有同时长期以来可能有目睹家暴或自己被家暴的一些经验。那这个也会在临床上有一个让我们很难区分的，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家暴也是算是我们所谓的负向的儿童童年经验。那这些经验如果家暴是长期性的，可能也会对小朋友产生一些类似创伤的症状。那这些创伤的症状，如果他日后又被性侵，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在完成报告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不容易区分到底这样的一个临床的症状到底是长期的家暴引起的，或是说是性侵引起的一些症状。所以在临床上要区分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哈。好，那目前台湾在以南部地区而言，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model 是已经操作得非常成熟哈。那南部地区除了我们医院，还有其他3间医院也有加入。那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些操作的训练的一个手册哈。那也有一些我们的医学会发表了相关的训练手册哈，可以做大家的参考。在2016年，我们也有做了一些司法访谈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著作，可以提供专业人员做一些进一步的训练。还有一些video 可以做一些参考哈。就是我刚刚提到了司法访谈怎么样进行，怎么样让在过程里面不要有太多对小朋友暗示性或是诱导性的一些语言哈。那这样的一个program 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司法早期鉴定的一个模式哈，我们也得到了国家秉持标章。那这几年操作下来，我们发现如果能够这样运作，能够得到，因为小朋友很早就被送到专业人员身上，然后我们协助检察官去做一些简述笔录，那检察官就能够获得一个比较不污染的一个证词，那这样的一个报告就能够辅助司法系统做一些加害人的起诉或是判刑。那我们发现根据一些资料，在这个 model 介入前，大概起诉的大概只有50%。那之后呢，可以慢慢逐年的增加，目前可以增加到约80%左右哈。那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检察官跟法官也给我们很高度的肯定，觉得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司法早期鉴定的一个报告，对他们司法端的一个实体的应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了哈。好，那这是我今天跟大家报告的一个分享的一个内容，那谢谢大家的聆听。